新来的蓝星饲养员竟把失控的帝国少将当成小狗带回了监狱。叶棠，院长，齐全的精神力崩溃值从97降到了72，动手污染纹路退散了60%。他目前处于幼崽形态，神智基本恢复，能说话，能打牌，能精准救人头发。你说什么？3天？对，3天，就野狱长唱了首儿歌，外加1瓶灵力奶瓶喂养。那个奶瓶，我要看看。这瓶子里装的灵液，杜林白露，帝国失传800年的灵液配方，一滴就价值连城。你这一瓶，安院长，您出多少钱？2亿星币，一整瓶。多少？2亿？你没说错吧？研究院的最高采购预算。这东西对精神力损伤的修复效果远超现有任何药剂，你愿意卖吗？啊，成交。啊！2亿，那个奶瓶值2亿！杜林白露，帝国失传800年的东西，他拿来喂一个巴掌大的崽子，这个败家死性！来，一人一杯。喝了对精神力好。1杯杜林白露，至少值30亿星币，他就这么随手倒了3杯出来，跟倒水似的。这个败家的小豆芽。吃饱啦，那接下来该洗澡澡啦。这崽子有仇，他故意的。不喜欢毛毛的渣。小豆芽，你知不知道你手里那东西值多少钱？一滴3000万，你倒了一整杯给那个崽子喝。我知道啊，安院长花2亿买了一瓶，我都得试，不喝放着发霉吗？我什么都没说，我连话都没说。丑。丑？你说谁丑？什么鬼东西？喝完杜林白露就变臭了，这是排毒。小爷现在闻起来像个化粪池。适合你离我远点，去洗，去哪儿都行，就是别在我这儿。去火山温泉洗，女人将泡，也可不能让小狱长嫌弃。野堂小姐，杜林白露的后续采购，研究院想签一份长期预定协议，有多少要多少，价格不设上限。安院长您放心，管够，随时联系。失传800年的灵液，她竟敢说管够，这个小姑娘到底还藏着多少宝贝？帝国失传级别的修复圣品，一滴就能修复骨骼静脉的暗伤。他拿这东西给一只巴掌大的蛟龙崽子洗澡，一整瓶都拿来搓泡泡，真浪费啊！给你了，你上次不是说打架伤了翅根，用这个泡一泡就好了？当是上次你送我珠宝的回礼。他心里果然有我，这可是价值不可估量的失传圣品。小豆芽，你去问少主吧。不许，姐姐是齐全的。走地鸡，你也被崽子拒了？你个几百岁的老东西，装什么幼崽？养1只、2只、3只毛茸茸还不够，现在连鳞片系的都来了，这0号监狱越来越像幼儿园了。嗷！又来！你放手！你个巴掌大的崽子！我堂堂天灵隼族少族长 S 级战力，被一个猫崽子大小的蛟龙崽子揪着头发从浴室拖到院子，说出去太丢损脸了。你凶姐姐，本少主什么时候凶他了？你让姐姐嫁你，姐姐不愿意，你还缠着她。这个巴掌大的崽子，管得到宽！几百岁的老东西装什么幼崽？
你一个缩成崽子的蛟龙，也配教训本少主？下去！老天，他在拔走地基的毛！小豆芽，你看看他拔了我整整37根飞羽，我都变成秃子了。齐玄，你怎么拔他的毛？他态度恶劣，逼你嫁他，我再教他做个好鸟。本少主什么时候逼他了？本少主是正式求婚。小地基，你求婚的方式是，你娶了本少主，财产都是你的。林寿，你说话从来不好好说，动不动就本少主长本少主短，一言不合就炸毛，连一句我喜欢你都没说过。你说这种态度，我凭什么答应你？好险！上次他只是揪我头发，没有拔我的羽毛，还好我比走地鸡听话。哇，好帅，好大，鳞片好漂亮。姐姐饿了，乖宝宝，姐姐给你做饭。3年，疗养院里3年，每天只有苦涩的精神力抑制营养剂。那东西像腐烂的海藻加化学药剂搅在一起，每一口都让我想吐。我以为这辈子再也尝不到别的味道了。然后它出现了，一首儿歌，一瓶牛奶，我又能尝到甜味了。母亲，我被一只巴掌大的蛟龙崽子拔了37根飞羽。然后呢？小豆芽，叶棠，他拒绝了我的求婚。你觉得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蛟龙崽子捣乱。不是因为崽子，是因为你。林寿，你从小到大说话就刻薄，叫人家小豆芽，把每一次关心都包装成嘲讽，从来不肯好好说一句话。你以为这叫傲娇？在别人眼里叫不会做人。你知道野堂手里握着什么吗？猫风泽、杜陵白露、归元玉骨叶，随便一样都是整个帝国趋之若鹜的无价之宝。多少贵族想把自家少爷塞到他身边，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排队？母亲，你是让我放弃？我是让你去历练。你父亲在西北防线缺人手，去支援他。等你想明白了再回来。西北就西北，等我回来，我一定好好说话。小狱长的肉快吃完了，小爷打算出去打猎，补一匹，你看着讲。我也去。你巴掌大能打什么猎？你不带我，我就哭，哭很大声，把姐姐吵醒。这个崽子在威胁我。小狱主昨晚通宵打牌，只睡了3个小时，要是被吵醒，小爷死定了。行，你跟着，但不许拖后腿。你这体香怎么打的？那是毒蘑菇，你给小玉馆吃毒蘑菇。姐姐会处理。500岁的老胡椒说会处理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反正小玉馆什么神奇的事都干得出来。本宫是帝国4皇女洛莎染，齐玄的未婚妻，带本宫去见她。0号监狱不对外开放探视，你有探视许可吗？你是谁？这样看来，本宫要见齐玄，没有军部许可，谁都不能进。你确定要挡本宫的路4皇女殿下，请收手。根据帝国律法及皇室婚约管理条例，3年前齐玄族长入院治疗后，洛什拉殿下您单方面向皇室提交了婚约解除申请。
经女皇陛下批准，婚约已正式解除。您目前与齐玄族长无任何法律关系，不具备探视权。陆羽，四皇女殿下，0号监狱是帝国军事管制区域，未经许可闯入军事区域，并对军方人员动用能力，按帝国军法可当场拘押，请您离开。你们等着！陆上校，他会向女皇告状吧？会不会连累你？要不我辞职？安宁院长会处理，你安心做你的监狱长。四皇女洛塞利，3年前齐宣被动手污染失去战力后，第一时间解除婚约，现在齐宣恢复了，又跑来认领，这种人不配。姐姐，送你。金子，好多品种。小狱长那是毒蘑菇，他非要摘的。谢谢宝宝，这个姐姐有办法处理。他怎么切得这么好？你当我500年白活的，什么没干过？500年的老黄瓜刷滤漆，装什么嫩？母皇，那个野堂不过是个双 FF 级废物，竟然敢拦我！陆羽目中无人，当着我的面拿律法压我。瑟琳，你去0号监狱做什么？女儿只是想探望齐玄。探望？3年前他被剁兽污染，精神力崩溃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3年前，齐玄为帝国挡了7天7夜的剁兽，精神力崩溃，神智失控。你做的第一件事是向朕递交婚约解除申请。签字那天你穿的紫金礼裙，因为明天你还有贵族宴会要参加。现在齐玄恢复了，你又跑去认领了。你以为朕老眼昏花，看不出你打的什么主意？母皇，女儿不是。就是活着的时候，你嫌她被污染了丢人，现在人家好来皇室的脸面放在哪里？从今天起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不准踏出宫门半步。野堂，一个废物竟敢挡本宫的路！陆羽，本宫迟早让你好看！母皇进了我的族，但皇室有巡查地方军事设施的权利，我可以申请正式巡查。既然他想去，朕亲自带队，让他跟着。还有，把洛林也叫上。是。想借巡查的名义再闯0号监狱，朕倒要看看那个让齐玄恢复神智的小雌性到底是什么来。这就是猫薄荷。陛下，不必多礼。你就是野堂？是，陛下好。听说研究院给你出价50万一株？是的。50万？安宁那个铁公鸡，这东西的真实价值远不值此。朕出100万一株，这片田里所有的猫化鹤，朕全要了。洛琳，过来。母皇，从今天起，你留在这里，跟着野堂学种猫薄后，学不会不许回来。母皇，女儿也想留。瑟琳，跟朕回去。野堂姐姐，浇水要浇多少？3天1次，不能太多，也不能太少。这草皮实得很，不用精养。野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我之前开过好多项目，北极度假村，结果地基太滑，游客全摔了，赔了3个亿；火山溜冰场，冰面3秒就化了，又赔了2个亿；还有深海珊瑚养殖场，珊瑚倒是活了。创业思路是不是跟赤黄用朱雀真火生柴火灶一个路子？你比小爷还离谱。我那些都是创新些，只是时代还没准备好接受我的超前理念。这不科学，我明明看了3个麻将教程，怎么？皇女殿下，您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不打了，我要回去研究新策略。你欠的家务劳动，洗碗3个月，扫院子2个月，给猫薄荷田浇水1个月。我后悔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菌汤火锅啊！我活了23年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野堂姐姐，我不走了，我要一直跟着你，你就是我的人生导师。少来，你连菜都种不好，还人生导师？你闭嘴！你这个满脑子只有蛋糕和打架的莽夫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根本配不上野堂姐姐。你
你说谁莽夫？你这个亏本大王，赔钱公主！再吵，今晚的巧克力蛋糕和冰淇淋全部没收。皇室的人离我远点！我又不是洛斯莱，我是武皇女洛灵，跟她不是一个母亲。皇室都一样。宝宝，他不是坏人。姐姐，你不知道，500多年前，皇室强行安排我和洛家联姻，那时候我才不到100岁，连对方见都没见过，一纸诏书就把我绑死了。后来洛世林出生，我被告知她就是我的未婚妻。我抗拒了500年，500年从幼崽到青年到壮年，每一天都在被催促、被安排、被要求履行义务。然后3年前，我替帝国堵了7天的裂缝口，换来的是他第一时间解除了婚约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些。不用道歉，我只是不想再跟皇室扯上关系。以后没人能强迫你了，你在这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。区区杂碎，也敢踏足北境？左翼佯退，右翼包抄，中间留口袋。第3军能量炮预备，开火！弟弟一个人就能顶住正面，我在后边负责收拾漏网的。这波北京稳了。总指挥，您已经连续40小时没合眼了，歇一会儿吧。别分心。曾兵，总指挥从受潮爆发到现在，只喝了3管营养剂，连坐都没坐下过。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。南翼地心防线加固完毕了吗？正在施工，预计2小时完成。1小时。催。小野堂，母皇发消息过来了，南北庄县受潮物资消耗太快，之前从你这儿采购的猫叶帛，加上研究院的残次品，全部送到前线了，已经用完了。猫薄荷我这里存量充足，要多少有多少。真的？不光能猫薄荷，归元玉骨叶和杜灵白露我也能提供。前线伤员多，这2样比猫薄荷管用。你还有归元玉骨叶？那可是……别激动，先把物资清单列出来，我好准备。小糖糖别太紧张，受潮短则1周，长则1月。今年只是提前爆发的常规小型受潮，不算大的。优劣在北境呢，万一物资不够怎么办？小火鸟，你给优劣送去。猫薄荷让他每天吃，杜灵白露和归元玉骨叶他留1份自己用，剩下的分给前线伤员。放心吧，小糖糖 ，SS 级的臭狗不会有危险的。北京有幽冥那个蜂窝蛋在，出不了大乱子。你路上小心，送完就赶紧回来。遵命。他说的对 ，SS 级不会有事的。走，帮我继续准备物资。南疆那边的伤员也需要。小野堂，我跟你坦白，我零花钱输光了，账户里连1000星币都没有。这些猫薄荷和杜灵白露能不能先打欠条？猫薄荷不要钱，算我捐给帝国的。杜灵白露和归元玉骨叶按正常市价结算就行，不用像上次你母皇那样给我翻倍啊！正常价，亲兄弟明算账。小野堂，你这真的是杜灵白露1整瓶？研究院那边只有稀释后的10滴，还是传承了上万年的。你这一瓶，我真的付不起这个价。这样吧，受潮平定之后，你让你母皇批一套帝都核心地段的庄园过户到我名下，杜灵白露和归元玉骨叶的费用就算抵了。成交！我现在就给母皇发消息。一套帝都核心庄园换几瓶杜灵白露，按市价算野堂亏大了，可他张嘴就是一套庄园。弟弟今天状态不错，比昨天多杀了300只。小糖糖让我监督你喝完，当场喝。糖糖准备的东西确实管用，这个你藏好，里面有归元玉骨叶和糖糖准备的自热火锅，别让那只死猫和蜂窝煤发现。剩下那几大箱猫薄荷是糖糖无偿捐给帝国的，你分发给前线伤员就行。替我谢谢糖糖，你自己跟他说去，小爷才不当传话筒。优劣，你好臭啊，臭狗狗！只有糖糖能叫我狗狗，再叫一次试试。可是你真的很臭啊！
我去火山温泉洗澡，你在这替我值守，不许走。凭什么？小爷还得回去陪小糖糖。行，你快去，洗快点。赤征少组长，你那个是什么？闻着真香。不给，这是我家糖糖给我的。我买，先让我尝一口，万一不好吃，我买了岂不是亏了？就一口啊！味道不错。给钱！我有说给你钱吗？这是你让我尝的，试吃。救命！你这个黑心肝，欺负老实鸟！哥，你连小孩子零食都坑。哥这叫让他知道社会险恶。话说回来，那个冰淇淋真不错。你下次跟你那位弟妹说说，多备几桶。给钱。咱俩亲兄弟，亲兄弟明算账。弟弟啊，你就不能主动跟弟妹要几桶冰淇淋？你要了他肯定给。你不爱吃甜的，哥帮你消化掉。双赢。想吃自己买。那哥出卖一下美色怎么样？你看我跟你长得像，万一弟妹也看上我了，我直接嫁进去当你弟夫，以后你吃什么我吃什么。糖糖答应过我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他不会再娶其他受妇。什么？妻主娶受妇要征求你的同意？这帝国哪条律法写了这个？不是律法，是糖糖给我的偏爱。活了快40年，第一次见到雌性主动给凶兽否决权，这种偏爱，难怪这小子死心塌地。这狼崽子手里有否决权，我之前抢他火锅，压榨他劳动力，万一他在野汤面前说我坏，我连入场的门槛都没有。为了以后的幸福，必须立刻改变态度。幽恋，你作为帝国第4位 SS 级战力，这点粗活让手下人干。昨天还说我业务生需要从头练起，今天就说把精力放在防线上。是。你抢弟弟的东西，像话吗？元帅疯了，平时不是他抢的最起劲吗？小糖糖，小爷被欺负了。幽冥那个黑心肝骗小爷的冰淇淋，说好了只尝一口，一整桶全给炫完了，还说是试吃不给钱。不就是冰激凌吗？乖，这里多的是。优劣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没有，还挺好的。那只臭狗威风得很，一个人就能顶住正面。小糖糖，小爷辛苦了，飞了好几千里给你送补给，还被幽冥欺负，你亲亲小爷好不好？他亲我了，他亲我了，他亲我了。我也是姐姐的受妇，我也要亲亲。你不是，你前未婚妻的婚约还没了结，你会给小糖糖招惹麻烦。我去剁了他。那倒也不至于，我一个被全帝国叫了30多年莽夫的人，此刻居然在劝别人冷静，跟这条老蛟龙比，我简直是文明社会的模范公民。姐姐，齐玄乖乖。小唐，你要对我负责，你给幼崽形态的我洗澡，什么都看光了。你装幼崽骗人！你500多岁了，你还好意思说什么负责？你比小糖糖的祖奶奶还老。小红毛，你想嫁好雌性还要脸吗？这是我跟糖糖的事，要你管。我宋维宇是他不知道习俗先收下来，住进0号监狱是死皮赖脸赖着不走的，嫁给他是半夜飞回老巢逼爷爷签的出狱证明。好像确实要脸跟嫁好雌性不可兼得。我是渣女，概不负责。而且我已经有优劣和赤环了，不想再增加受妇。帝国规定，雌性至少要有3个受妇。好像已经有第3个了。苍魔那条鱼，我摸了它的鱼尾，收了它的鳞片，按海渊王族的习俗。那我当第4个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喜欢圆毛排第1，其次扁毛排第2，鳞片嘛排最后。所以战神大人，不好意思了。你要是不娶我，我就跑到城墙门口打滚，滚1万次，说你始乱终弃，败坏你名声。随你啊，名声在外，有好有坏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变态。我的陪嫁堪比帝国国库。要是我没算错，
你这段时间喝的杜灵白露，至少值2个国库了吧？战神大人，你要是真想进门，去北境找优劣，他和小糖糖说好了的，他同意你才有门。行，嘿嘿，让优劣那只心机狼去对付他，一石二鸟。这人活的，军部副帮都拟好了，他不是被舵手污染了吗？恭迎战神！小狼仔，我想嫁给小唐，你点个头。糖糖若是真心喜欢你，我没意见。那我先证明自己。这战神是来求婚的，看样子是。小猫仔，就是你压榨我优劣哥。那些堆积如山的任务有一半是我签发的，但哪有怎样？谁让他不给我机会？优劣哥，战后工作多不多？我帮你干。优劣哥，记得跟小唐提我。战神大人，您找点正事做。冰潮刚结束，后续工作堆积如山，包在我身上。这战神要是真嫁进来，军部以后都不用加班了。辛苦了，好好休息。枕边风还没吹就有这效果，效果斐然。优劣，说句实话，野堂身怀至宝，猫霍叶、杜灵白露、归元玉骨叶消息迟早会传出去，到时候各方势力觊觎，你和赤恒能护住他吗？元帅，你想追求糖糖，先突破 SS 级再说。白虎一族势力庞大，景耀品行端正，而且糖糖喜欢原毛，景耀的外形绝对过关。他要是突破 SS 级，可以成为保护糖糖的可靠战力。我知道小唐喜欢原毛，优劣哥，你掉毛不？掉的毛全给我，我做一件皮草大衣，穿上就是原毛了。你在说什么？背头500多岁的蛟龙讨要掉毛做皮墙，别太离谱啊！优劣哥，你就帮帮我嘛！糖糖和赤环都同意，我就不懒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优劣哥，回去你一定要帮我在小唐面前说好话，知道吗？赤恒撒娇是视觉冲击，齐玄撒娇是精神污染。真想现在就见到糖糖，这有什么难的？老壁虎，你就这么欺负我家优劣，从那么高扔下来？他在北京天天加班，好不容易回来，你还在家门口扔他？我没，不是，我好心带他飞回来。扔了就是扔了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没有，糖糖，战神没有欺负我。你瘦了好多，先去洗澡换衣服，我给你做饭。几天前他还温温柔柔叫我小齐轩，又是喂奶又是搓澡，现在就因为扔了优劣一下，直接降级成了老壁虎，这偏心也太离谱了。小红毛，优劣已经松口了，你也同意我进门吧？我不信，有证据吗？他亲口说的，只要糖糖喜欢我，他就不反对。哦，那我去找小糖糖确认一下。是韩哥，最帅的小火鸟。战神，你要是真进门，你那个前未婚妻不会放过小糖糖的。小糖糖没有家族依靠，精神力 FF 级，洛世安嚣张跋扈，还有皇室背景。你要是强行了结婚约，帝国会追杀小谈谈，到时候我们统统变成流浪兽。你500多岁无所谓，小糖糖才18岁，你想让他后半辈子在逃难中度过吗？你说的有道理，给我留口饭，我去就回。这条老蛟龙处理问题的方式简单粗暴，希望他别真把洛孙郎剁了。洛昭华，本战神跟你聊聊。3年前的事，皇室对不起你。洛西安单方面解除婚约，是他不对。我来不是听道歉的。3件事：第一，看好你的老四，他要是敢找野堂的麻烦，我立刻剁了他。你的继承人就少一位。好，我会严格约束他。第二，给野堂涨工资，他这次无偿捐了那么多猫盒给帝国，你当女皇的不能让人寒心。回去就让安宁给他翻倍。第三，洛昭华，你挺英明一个人，怎么生了一窝子不成器的？你有没有考虑过趁现在还年轻，再生一个合格的继承人？你是活腻了吗？而且你那些皇夫，
是不是背着你搞了什么名堂？你那几个女儿10几个儿子，没一个德行像你的。你当年可是继承人里最出色的。齐玄，又或者说，是不是你的皇夫们把孩子给你调包了？这种事我虽然没亲眼见过。你够了。行吧，你慢慢想，我走了。甜度减半的，你不爱吃太甜的，我记得。糖糖，辛苦了。优烈，你能待多久？元帅给我放了1个星期。才1个星期啊！干脆我辞职不干了，去北京陪你。反正我现在有钱。小糖糖，北京那鬼地方天寒地冻，风沙又大，住的是行军帐篷，吃的是营养剂，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。我不能让你跟着他受苦。北京还有幽冥天天蹭吃蹭喝，景耀也是。你去了，他们能把你当免费食堂。好吧，好吧，快吃吧，都凉了。小糖糖，我也要你夹。那给你。小红毛，让你给哥留一口。老战神，桌子上一大堆肉，你非得抢小爷的？抢了又怎么了？小糖糖他欺负我。那个小糖，我就跟小红毛开个玩笑，你看我把肉都还给他了，还多加了羊排。大欺小，赖哥宝，加一个甜品，心情好点呗。哼，不要脸。对了，皇室那边搞定了，我刚飞了趟皇宫，跟洛昭华聊了聊，洛思雅不会再找你麻烦了。洛昭华还答应给你加工资啊！又加？这样的老板能不能批发？我的朋友很需要。小唐，娶我当首夫，整个帝国你横着走。我跟你说，当年我在深渊海战独占3头灭城级舵手，那一战打了整整7天，海浪都被我劈成2半。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。我的库房里堆满了奇珍异宝，你要是娶了我，那些全都是你的。我还有好几座海底行宫，珊瑚造的，冬天暖和，夏天凉快。吃饭别说话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蛟龙族的势力版图那可是横跨4海。我当年封印海妖的时候，战神大人，您不累吗？战神大人，我有个问题，你们海族300岁算成年，你100多岁就独自去镇守南海封印，是不是族里的人嫌你话太多，才赶你去的？那些老头子站在岸边朝我挥手，脸上的笑容像是如释重负，该不会是真的吧？那当然不是，本战神是主动请缨，为了大义，为了……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不喜欢话太多的。我控制不住啊，小唐，你知道我独自守南海封印守了好几百年，偌大一片海域只有我一个活人，我跟礁石说话，礁石被海浪磨平了棱角；我跟海鸥说话，海鸥嫌我吵飞走了；我跟海藻说话，海藻飘到别的海域去了。战神大人，你说的太好了，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，连表白都不敢的雄兽就是窝囊废。小红毛，本战神一看就知道你是可塑之才。对对对，小爷相中小糖糖了，直接送为语，管他喜不喜欢呢。很吵，对不对？我家乡的麻雀都没他们话多。我们进去休息吧。哎，他们人呢？不好，小爷的地铺！优烈，你个心机狼，趁小爷不在都爬上去了。糖糖喜欢靠在我身上。小火鸟，别闹，你太热了。小唐，我蛟龙族天生低温，鳞片自带降温效果，抱着绝对比他舒服。试试不要钱，离小糖糖远点儿。小气鬼，试试都不会少块肉。熊兽心海底针，说翻脸就翻脸。果然，本战神最讨厌带毛的凶手。哼，看天气凉了，你怎么跟小爷争？到时候小爷就是行走的暖炉，小糖糖会主动往小爷怀里钻。天冷了，抱你睡。这还差不多。怎么了？地震了！韩州指挥官在南疆抵御受潮时精神力彻底崩溃，被舵手重伤了，刚送过来，情况很危险，比齐轩当初还要严重。野狱长，你千万别贸然靠近观察区。他伤成什么样了？该担心安全的不是他，是我自己。
这伤势比我打海战还重，这只豹子命挺硬。一次普通受潮，怎么会这么严重？南疆只有韩州一个 S 级战力支撑，蛇族各部落内斗严重，谁都不愿出力，各家守各家地盘，受潮来了宁可后撤也不愿支援邻族。韩州调不动人，只能自己顶上去，一个人包揽所有军务和前线作战，才透支精神力，重伤暴走。小唐，无论你娶不娶本战神，本战神都跟定你了。现在是说这个时候吗？叶局长，你有办法吗？我试试。夜躺着花杭州人正萌死了，萌死了，萌死了！小糖糖，你当着兽夫的面摸别的凶兽，原毛就是这么讨心吗？好可爱！小糖糖，你摸摸我嘛，我的绒毛可软了。3只 S 级战力化成幼崽形态，为了争妻主的宠爱，在2号观察区里打架。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？陆上校，南疆那边现在怎么样了？还能撑住吗？我没有权限过问南疆防线的具体部署。战神大人，你现在战力恢复了，帝国没有退休制度，你作为帝国战神，享受了这么多荣耀，南疆现在缺人，你是不是该去发光发热一下？不干，除非小唐答应娶我。齐玄，你不要脸！你拿南疆百姓安危道德绑架小糖糖！糖糖，别理他，我可以去支援南疆。就是，小爷也可以去打仗。我答应过你们，你们不同意娶的受夫，我不会娶。小野堂，南疆防线快崩了，韩州重伤撤离之后，第4军队元帅也阵亡了。齐宣已经过去了，战神虽然去了，但他一个人撑不住整条南疆防线。蛇族各部落本来就不团结。吴殿下，我去。北境受潮已经平息，南疆缺的就是能稳住防线的人。那我也去。南疆还有朱雀族的地盘，小爷有几分责任心的。小糖糖都说了，剁兽不灭，何为家为？小爷身为他的受夫，怎么能躲后方吃蛋糕？吴殿下，陆少将，糖糖就拜托你们了。够多了，不许受伤，早点回来。小糖糖，等小爷回来。小野堂，差点忘了，母皇让我给你送东西。黑卡里有10亿星币，母皇从皇室私库拨的。上次你说用庄园换杜林白鹿，我挑了好久，这个你应该会喜欢。等优烈和赤皇从南疆回来，一家子搬去庄园泡温泉，完美。是我谢谢你才对。上次受潮你捐的猫百草，还有这次南疆的物资，母皇破天荒夸了我一回。你知道他上次夸我是什么时候吗？是我刚学会走路那年。你以后别去创业，我想你母皇还会继续夸你。可是我想挣钱啊。挣钱的路子有很多，别异想天开，搞骚操作就行。你不是在学种猫鳖喝吗？他们都养不活，母皇也养不活，就我养活了。那你可以搞猫薄荷大规模种植啊，但价格要打下来，让每个在前线拼命的普通士兵都用得起，从根本上减少精神力崩溃的案例。小野堂，你这想法跟我母皇有得一抄，该不会你是我母皇流落在外的亲骨肉？你这个脑洞真是祖传的。我们去做个血脉鉴定吧。小野堂，你为什么会被赶出来啊？我精神力太弱了，家族嫌我丢人。你是什么家族的？野家。
盛产高阶雌性的野家，他们把你赶出来。3岁检测是 F 级，几个月前2次检测是 FF 级。你觉得野家会容得下一个连 F 级都安抚不了的废物？那你的兽性呢？无尾狐喽？化不了，我太弱了，连一根尾巴都变不出来，也完全不记得我父亲是谁。这就更可疑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做血脉见证，去至尊拍卖行找我阿爹。阿父，我带朋友来做血脉鉴定，我怀疑她是你流落在外的亲女儿。叔父您好，小小礼物。哼，洛莹，你给老子站住！不孝女，老子给你母皇戴绿帽子，老子有几条命够你母皇砍的？阿父，我认真的，你看看小野堂的眼上。你再说，洛莹，你举帽子。阿父，测一测嘛，就一滴血的事，测完我就死心了。测。真不是啊！你爹没给你母皇戴绿帽子，你很失望？没有。阿父，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件事，能不能批1亿给我众猫会合？没钱。这是杜灵白鹿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小唐啊，你跟我同为狐族，测血时都有反应，这就是天定的父女缘分。你认我当干爹，至尊拍卖行就是你最大的靠山。无限额金卡，至尊拍卖行旗下所有产业一律5折。叔父，这个……你不会忍心伤害一个年老体衰的老人家的心吧？干爹。哎，好闺女！干爹，来得匆忙，你收下吧。至尊拍卖行10%的股份转让书，你签一下。要不是我，你能有这干闺女吗？算你这几10年的败家仔没白当。小红毛，不错嘛！小爷可是朱雀少族长，你可别落后哦。姜还是老的辣。各位族长，齐玄战神知道吧？帝国战神亲临南疆，战后他会亲自登门清算见死不救的部落，皇室管不了他。赤幻少族长知道吧？帝国第1莽夫，以他脾气烧了你们蛇窝，帝国也拿他没办法。出兵还是不出？出！就是你们欺负朱雀族老师，按兵不动是吧？赤寒少族长，我们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你说说你，胸大无脑，码个砖墙都不会。你祖宗是蚯蚓吗？只会钻洞。那边那个小花泥鳅，砖是这么码的吗？歪成这样剁，兽还没撞，自己先塌了。优烈哥，今天我帮你监督了一整天，你看我多乖，你就答应让我进门呗。说了，堂堂喜欢你我就同意。那你掉的毛可以给我做皮草吗？我上次是认真的。战神大人，我不掉毛。还有，堂堂是偏爱原毛没错，但他也不是完全不接受鳞片。你看苍猫，他摸了人家鱼尾，还收了鳞片。真的，真的。优烈哥，谢了。小狼崽，你跟我说说，你怎么认识小唐的？精神力崩溃，连夜从军营跑出来，在森林里闻到烤兔肉的味道，抢了他半只兔子，然后他把我当野狗，在他身边装了将近1个月。小狼崽，你也挺豁得出去啊！
堂堂帝国少将，在一个刚成年的小雌性面前装了快1个月狗，不豁出去，我哪里有现在？那些雌性看我的眼神，要么是看战利品，要么是看权势。只有小唐，纯喜欢我的幼崽形态，变小了会抱在怀里喂奶，变大了会嫌弃我话多。他扔了优劣一回，就敢叫我老壁虎，半点不因为我是战神就给面子。小狼崽，你真能接受这么多雄兽抢七啄？你心里就不酸？说不酸是不可能的，但堂堂给足了尊重，这是我见过的雌性里唯一一个做到这样的，所以我愿意。而且堂堂的能力迟早会暴露在公众面前，那些隐士家族凭我和赤恒没有把握能护住他，所以我不介意有更强大的雄兽进门，前提是堂堂真心中意。这小子比我想象中还通透，没想到他这个小心眼，为了堂堂竟然如此大度。赤环哥，一只500多岁的蛟龙对我歪头撒娇，这跟我当初学优劣卖萌被小堂堂嫌弃一模一样。这不是卖萌，是精神攻击。唉，战神，你不要这么折磨小爷，好好说话。赤泉哥，你就同意小弟我进门呗？优劣哥都同意了，咱俩在战场上配合多默契，你放火我喷水，天生一对儿。小爷不同意，你年纪一大把，老牛吃嫩草。赤泉哥，渴不渴？饿不饿？小弟给你按下翅膀。啊！小爷受不了了。小爷同意了，行了吧？同意了，别烦小爷了，求你了。赤恒哥辛苦了。啊！怎么会有比小爷还不要脸的凶手？你个心机狼，当初在北京是不是就已经被他折磨过了？你知道他要来这一出，你也不提醒小爷。我提醒了你也还是会碰上，不如让你亲身体验一下。当初他在北京缠了我好几天讨掉毛做皮草，现在你被缠了好几天，兄弟俩扯平了，有难同当。什么有难同当？你分明是故意的！参照北京防线规则，起草南疆联防协议，受潮期间必须无条件出兵支援邻组，防区物资同鸟一带安全保障。什么有难同当？你分明是故意的！我们要向帝都申诉。如果你们听不懂我优劣哥的道理，那本战神也略懂一些拳脚。记住了，他们身上的伤有一半是因为你们见死不救。以后受潮再来，你们青蛇族顶在最前面，退一步小爷烧一条尾巴，退2颗烧一窝。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老乌龟，别睡了，出来干活，替我去南南镇几天场子，我要回去嫁人。你终于开窍了，快起床，别耽误本战神的人生大事。小苍狼，你居然突破 SS 级了！苍狼族没有神兽血脉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嫁到好雌性了呗？啊！我的小糖糖呢？我那么大一个小糖糖呢？靠！那个心机狼又抢先了。原毛的就是讨厌。小唐，他们都同意我进门了，你就娶了我吧。你们真同意了？他挺强的。小糖糖，你是不知道，他在南疆天天追着小爷叫哥，小爷上厕所，他都在门口等着。小唐，虽然比他们年长，但年纪大会疼人啊。500多岁都没嫁出去，肯定软件硬件都有问题。战神大人，您比女皇都年长，对糖糖下手合适吗？苦等500多年才心动，这叫天定良缘。闭嘴，吵死了！齐玄，我没同意娶你，就算要结寿印，也是先跟我家优劣和小火鸟结，你靠边站。听见没？靠边站。行了，别吵，
一起睡，床挺大的。可恶的四脚原毛兽，都靠着原毛讨人喜欢。普通雄兽没有雌性安抚精神力崩溃了，有钱的进疗养院，没钱的直接去执法部申请强制回收。帝国补一笔抚恤金，够一家30年吃喝。好多家庭巴不得领这笔钱。弱肉强食，小野堂，我一个月才3000星币零花钱啊，你月入30万。你把猫货了种好，能赶上我的。当初我要是不把那瓶杜林白露整瓶给阿父，拆分成几滴卖给他，我就不用这么穷了。我当时又没拦你。哼。母皇批了几块地给我选，城东离水源近，城南日照长，北边地势平，研究用说城东最好。我看那块黑不溜秋的就不错，研究院评估报告上写着不建议开垦啊。研究院种活过猫化盒吗？没有。那你听他们的还是听我的？听你的。饿了吗，小猫咪？每次看到你把杜林白露当水喂，我都想给帝国国库磕几个头。你管它叫杜林白露，我管它叫瘦奶，不值钱。我跟你绝交3秒钟。这地方真不错。主卧给优劣，靠院子那间给赤轩，客房先空着，刚刚好。满意吗，小猫咪？你们也别闲着，帮忙把草除一除。是，野堂小姐。小韩粥，等会儿吃，还没熟哦。哼，小野堂，你这么大了，为什么没见你提起受夫候选人以外的追求者？你身边男的这么多。说实话，烦都烦不过来，哪有心思想别的？唉，我三皇姐可花痴了，你家优劣可能不太安全。上次优劣受勋穿着少将制服上台，我三皇姐坐前排眼睛都看直了，还好母皇在旁边咳了一声把她瞪回去。而且我大姐被寿夫家族牵着走，二姐娶的全是打架认识的拆迁队，三姐花钱砸人嫁进门，四皇女落碎沙苛待自家寿夫。只剩我一个单身孤零了。结了寿印，命脉相连。你攻击寿夫，他们没法反抗。要解除，只有妻主主动解除，或妻主自然死亡。如果妻主意外暴毙，寿夫也跟着死。所以很多雄兽宁愿受精神力崩溃折磨，也不愿意嫁人，嫁错了就是一辈子。难怪齐玄单了500多年都不敢嫁。难怪韩州的父亲敢开出5亿天价聘金，不是卖儿子，是知道结了印就绑死了。加薪了啊，女皇能处。他给陆羽发消息，告知今夜留宿庄园，韩州随行，不返回监狱。小韩州，一起泡呀。猫科怕水果果然刻在基因里。要是有人给我按按肩膀该多好。优劣，糖糖，领导怎么样？优劣，你个心机狼，放开小糖糖！小唐，我蛟龙族天生低温，按摩比他舒服。你离小糖糖远点儿！来嘛来嘛！5亿星币聘礼啊，听起来挺吓人的。但杜林白露按滴卖1滴10亿，我一天给毛茸茸们喂掉的量够取好几个韩州了，这笔账怎么算都不亏。糖糖，你想娶韩州吗？小糖糖，你要是想娶她，小爷同意。不过你答应小爷，先跟小爷结寿印才能轮到她。我还没说呢，你们就替我答应上啦。这身黑毛多帅啊！阳光底下泛着幽蓝色光泽，哪里不祥了？
不过说真的，我现在养着一只狼，一只鸟，或许还有一条人鱼和一条蛟龙要进门，我的后院快要失火了。糖糖，韩州很有责任心，而且他很黏你。5亿我虽然出得起，但我也不是冤大头。再说了，他还是个小幼崽，愿不愿意嫁我还难说呢。你们就别替我张罗寿夫了。糖糖，你很好，没有凶手会不喜欢你。就是，小糖糖天下第一好。你们就不担心新的雄兽进门夺走我对你们的宠爱？不担心。小爷担心啊，可是又觉得小糖糖不是那种花心的兽，你不会不要小爷的，对吧？不会，永远不会。我堂堂帝国战神，软磨硬泡，死缠烂打，给优烈当了好几天苦力，追着赤军叫了无数声歌，才让那2个小崽儿松了口。结果那只小黑猫什么都没做，往床上一趴，眼睛一眨，他们就点头同意了。凭什么？你说本战神哪里不如那只小黑猫了？他连话都不会说，本战神至少会说话。他黑不溜秋的，本战神这身鳞片可是会发光的，你说是不是？明明小唐亲口说过我鳞片漂亮的，在给我搓澡的时候从头摸到尾，每一片都夸了好几遍。现在嫌我年纪大，可在海族里我正值壮年啊，500多岁跟陆地兽人30、40岁有什么区别？我这么大的家当，还那么能打，还管优劣赤寒2个小教子哥哥，他们怎么这么良心？而且那只小黑猫凭什么后来居上？本战神的陪嫁比那只小黑猫的聘礼贵1万倍，本战神的战力是他的好几倍，本战神的寿命比他长10倍，他凭什么不用考察期？战神大人，你能别念叨了吗？你同意娶我就不念叨了。既然他们同意了，那给你一个考察期总行吧？行。小唐，你先拿着，这是南海灵脉的矿器，这是蛟龙族秘藏的千年珊瑚。夜明珠，你随便拿去镶墙缝。停，只是考察，不要试图贿赂考官。小唐，我跟你说，海族兽人跟陆地兽人的年纪算法不一样。我虽然听起来活了500多年，但按陆地兽人的算法，我跟那只小红毛差不多大。海族300年才成内，我100多岁去守南海，相当于陆地兽人10几岁。你不能用陆地兽人的标准算我的年纪。我没嫌你年纪大啊。那你为什么给我设考察期？那只小黑猫就不用。赤环也有考察期啊。哦，那没事了。不对，那只小黑猫为什么没有考察期？他又没说要嫁给我。还有，你也没给我安排住处，我整整1夜蹲在门口。小唐，你的卧室看起来就很不错。滚！老壁虎，小爷才睡1天，你就想爬上来？小红毛，本战神现在可是小唐的预备受缚，考察期也是受缚，只是还没转正。你拦得住一时，拦不住一世。小爷反悔了，小爷不同意你进门，你那录像不算数。你亲口说的，你同意了，高清画质，一字不差。本战神存了好几份配分。优烈，你知道他有录像，为什么不提醒小爷？谁让你经不起磨？当初他在北印缠了我好几天讨掉毛做皮草，现在你被缠了好几天，兄弟俩扯平了。你个心机狼，就会宠好人。小红毛，我有个问题，你母亲是只白孔雀吧？你怎么是红毛啊？白毛丑死了，杂毛，尤其是杂毛的那种。那按照血脉弱势一方受孕的天地法则，你父亲是 S 加级朱雀，你母亲是 S 级孔雀，该你母亲孵蛋才对，怎么是你父亲孵化的你？上次跟爷爷提过，我父亲指天发誓说没有外面的欺主，也没有什么秘法，就是自然受孕。我爷爷想了半天也没想通，朱雀是纯正神兽一族，除非你母亲也是神兽，否则任何秘法都不可能让你父亲成功孵化，不是靠灵丹妙药能逆转的。100%你的母亲另有其人，哼，白剑侠肯定给你父亲下药了。
父亲劫收印的另有其人，白剑侠给你父亲下药了。这种情节在蓝星的小说里都很常见。你们俩不会说真的吧？小红毛，你知不知道你那个蜂窝没准哥哥10几年前追焦族的小雌性，被吊在椰子树上吹了3天海风？那个黑心肝让他骗小爷的冰淇淋，让他抢优劣的自热火光，报应啊报应！要拷贝一份带回朱雀族老宅给爷爷看。你给苍漠大人喂的什么东西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是帝国 S 级疗养师，我有权知道。赞助你5块钱，去帝国精神科挂个门诊。我旗主说你没资格，你耳朵聋吗？陆羽，这就是你的手下对帝国 S 级疗养师这个态度？陆羽，让他们滚，请吧。你觉不觉得挺神奇的？那个小雌性一点都不受苍漠大人威压影响，连眼睛都没眨一下，一点精神力变动都没有，却完全免疫 SS 级威压，说不定是传说中的 SS4 级精神力，只有 SS4 级才能做到。制衡不可逆的伤势被他治好了，多名崩溃高阶雄兽全部康复，猫薄荷也出自他手。全都给我闭嘴！他要是 SSS 级精神力，会在那个破监狱当保姆吗？派人去查，如果是尹氏家族的小雌性，我们惹不起。你说猫荷叶可能出自那个小雌性之手，小道消息还没证实。如果是真的，你必须跟他交好，从他手里获取猫薄荷的独家供应，野家就能借这一东风再上一层。现在前线将士都靠研究院配发，数量极少。如果野家掌握了这条渠道，联姻条件就不是雄兽说了算，而是我们说了算。知道了，母亲。老师，0号监狱那个小雌性是哪个家族的？帝国机密，不是你能打听的。他是尹氏家族的吗？你且当他是吧。报告，野堂无登记家族，无完整公民档案，仅由陆羽直接聘聘，所有薪资档案均不加密，无从查起。在没查清楚之前，按兵不动，不可招惹他。多次借巡查、调数据等理由前往0号监狱，全被陆羽阻拦，始终见不到野堂。小狱长，我来嫁你了。你先出来，把话说清楚。你摸了我的鱼尾，我身上有你的味道了，我不干净了，别的雌性不要我了，你对我负责是应该的。我就摸了你一下，你天天泡水里，泡也泡没了，好不？你不娶我，我成了没人要的人鱼了。我娶还不行吗？你不愿意，我不勉强的。操，又被拿捏了！这些雄兽为了嫁人，真是什么招都使得出来。齐轩说不娶她就去城门口打滚，赤鹰说要死给我看，现在苍茂连不干净的都说出来了。完了，我怎么就答应了？那条人鱼一掉眼泪，我脑子就短路了。优劣和赤衡还不知道呢，我明明答应过他们，不经过他们同意就不娶新的兽夫。这下好了，先斩后奏，回去怎么交代？不行，要是他们知道了，一定会生气。老天奶美色误人啊！现在好了，我变成渣女了。糖糖，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了？小糖糖，是不是苍魔欺负你了？小爷去刮了他的鱼鳞。没有，就是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情，你们能原谅我吗？小糖糖，你不会是不打算要小爷了吧？那不行，你不要小爷，小爷死给你看！不是，跟你没关系。那是什么？小糖糖，你能做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？我没经过你们同意，答应了娶苍猫。糖糖，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。苍苗他本来就是你的首夫，你摸他鱼尾的时候，我看到了。嗨，小爷以为多大事儿呢？苍墨本来就要进门的，小爷早就知道了。他走的时候那个眼神，跟小爷当初一模一样。你们不生气？
不娶寿夫本来就是妻主说了算，你能尊重我们的意见，已经是独一无二的偏爱了。只不过小糖糖，你得先答应小爷，无论如何不能不要小爷。那只小毛崽不是你寿夫，不许进卧室。那条鱼还在池子里泡着，更不许进来。你安排的倒挺明白。那是，小爷可是最有规划的朱雀。对了，糖糖，南疆的善后工作还没做完，我明天还得回去一趟。我也得去。齐玄那个老壁虎虽然请了灵老坐镇，但万一那群蛇族又偷懒欺负我的族人，那可不行。你们注意安全，不许受伤。受伤了就用杜灵白露，别省着。这些戒指里装的物资够你们用半个月的。小糖糖，小爷记得你一开始可财迷了，刚开始投喂的时候，竟要加钱才吃上好的。我们紧随其后，那只走地鸡死犟不肯掏钱，吃了半个月营养剂。现在倒好，一出手就是好几个国库的东西。糖糖一直都很大方，从遇见糖糖开始，吃饭就没掏过钱，我的待遇一直都是最好的。就是，我哪里财迷了？我明明是最大方的。臭狗！韩州，我们不在，你要保护好小探探，知道吗？虽然你还没恢复，但小爷相信你听得懂。你有可疑的人靠近就大声叫，别像平时那样闷不吭声的。还有，不许趁我们不在独占小糖糖的怀抱。你现在只是幼崽，幼崽要有幼崽的觉悟，不能偷偷爬床，不能半夜钻被窝，不能……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们这群原毛怪就是心机狗！齐玄那个老屁股撒娇的时候，你好歹拦一下。这只黑毛豹子，你从头到尾都没凶过它。小野糖活了，都活了！那块黑土地太神奇了。我雇的人把杂草除完之后撒了种子，才几天就冒芽了，比研究院那批长得还快。你别激动，来吃饭。小野糖，我爱死你了！我为什么不是雄兽啊？我也要嫁给你！你别闹。这只豹子体型缩小了，气势怎么一点没减？看野糖的时候明明又软又萌，还会打呼噜，到我这里就是这种让人腿软的眼神。双标的豹子。能量罩已经覆盖了整片种植区域，很快就能实现猫波河自由了。那大批量上市以后会不会引起麻烦？应该只会影响野家。万年来雌性出生率远低于雄性，野家是帝国为数不多雌性多于雄性的家族，他们靠这个优势在联姻市场上坐地起价，要求天价陪嫁。猫灵盒一旦普及，雄兽有了替代安抚的选择，野家那套就玩不转了。那必须大力推广，最好是把野家的钱袋子掏空。我接管了这具身体，继承了原主的记忆，就有必要替原主讨回这笔债。不需要多么激烈的报复，只需要让野家的天价陪嫁彻底变成笑柄就够了。对了，小野糖，你最近不要出0号监狱。怎么了？野柔云和野百合已经安排了眼线，守在监狱门外盯梢。野百合前几天在这里吃了那么大的亏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野柔云又是个笑面虎，表面不动声色，背地里手段多得很。还有我，小狱长，你答应娶我了的，保护旗主天经地义。这是我的嫁妆清单，海原王族的库房我已经清点过了。还有一些母亲留下的东西，都列在后面。这些够了，太多了，你把自己带来就够了。影像跟真人完全是两码事，这张脸简直是造物主偏心到极致的产物。深蓝色长发还带着水珠，皮肤白的几乎透光，那双深蓝色的眼睛像是把整片深海都揉碎了装进去的。吴殿下，你口水滴碗里了。啊？有吗？你逗我？没有。小野糖，他欺负我。他现在是我家的鱼了，你让着点儿。
有了新欢就忘了旧友。小狱长是先认识的我，你才是后来的。你老牛吃嫩菜，这条人鱼都300多岁了吧？我是海族，按陆地兽人的年龄折算，我才28岁。你才是年老色衰。你说谁年老色衰？你小野堂，你管不管你家鱼？曹沫，别欺负洛灵。是他先说我老的。这条人鱼的攻击力满级，洛灵完全不是对手，偏偏告状的时候还能装得这么无辜。小野堂，海族的雄兽心眼子最多了，你要不再考虑考虑？这个我看着不行。可他实在貌美。可是你家优劣和赤亨长得也是1等1的好样貌，你不该如此没出息。他们风格不一样，优劣是沉稳可靠的大型狼犬，赤汤是粘人爱撒娇的小火鸟，苍魔是清冷傲娇又会脸红的美人鱼，齐玄是死皮赖脸又战力报备的龙形壁虎，韩州是平时冷若冰糖，变小时软萌到发根的黑猫。我自认不是什么花痴，但0号监狱里这几只，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颜值天花板，还一个比一个会撒娇，你说这谁顶得住？你这人生赢家的样子，我也想娶寿夫了。等毛换糖种好了，我要娶最好看的，原毛的，毛茸茸的，抱着可舒服了。你看韩州怎么样？不要，先不说他家要5个1聘礼的事情，就这只豹子这个性格，刚才我就想摸他一下，他那个眼神差点把我瞪出心脏病。我要是娶了他，每天对着那张冷脸，我怕我活不过试用期。小野堂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直接让陛下宣布韩州战死了，然后给他家族500万抚恤金就行了，这样他也能脱离家族，自己好好生活了，不是吗？你干什么？我跟母皇说啊。你这好歹尊重一下当事人的意见吧，万一韩州他不愿意脱离家族呢？那毕竟是他的家族。韩州，你想不想脱离那个吸血鬼家族？只要你点个头，我立马去跟母皇说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大概是懒得理你，等他恢复人形了再问呗。现在他意识形态完全就是小幼崽。小狱长，你是不是把我忘了？没有，怎么会忘了你呢？你心里只有原毛是吗？不是，鳞片也好看的。我没有只喜欢原毛，你的鳞片也好看，你的头发也好看，你整个人都好看。小野堂这后院比皇宫还精彩，一个动不动就红眼眶的美人鱼，一个冷若冰霜只对他卖萌的黑豹指挥官，再加上外面那3只，娶寿夫这件事得从长计议，至少得先跟野堂学端水技巧。你还不走？我住这里不行吗？我还欠着野堂好几个月的家务呢，洗碗、洗衣、擦地板，我是来还债的，天经地义。五殿下，你一个未出嫁的雌性，赖在已婚雌性家里，传出去不怕影响你本就所剩无几的名声？我本来就没什么名声，帝国第1败家子，怕什么？倒是有自知之明。彼此。你在小野堂面前哭鼻子的时候，怎么不拿出你 SS 级战力的威风来？威风是对敌人，小狱主是妻主。你赢了，我洗碗去。小狱长，他走了，现在可以只看我了吗？元帅，你这身腱子肉够强悍了，还练呢？优劣都突破 SS 级了，我作为元帅，怎能落后？突破 SS 级跟练肌肉有半毛钱关系？元帅，我跟你说，小雌性不喜欢肌肉雄兽，虎族的雌性就喜欢肌肉型雄兽。
我弟妹又不是虎族，你看优劣和赤曜都是修长薄肌型的，你练得跟石头疙瘩似的，雌性摸起来手感不好。是这样吗？你信我，绝对不会错。幽冥平时有多不靠谱，坑人的时候就有多靠谱，但他说的好像确实有道理。那他喜欢什么样的？你看优劣，银灰色长发，冷峻硬朗但不粗犷，身材修长有力，脱下军装抱起来手感刚刚好。再看赤征，五官明艳张扬，少年感十足，一撒娇就大鸟依人。再看齐玄，双白长发冰蓝树瞳，虽然脸皮厚的能防弹，但也确实俊美无双。所以结论是，结论就是他喜欢好看的，而且是各种风格的好看的。但共同点是，都不像你这种能把城墙撞个窟窿的肌肉疙瘩。优劣说他喜欢元毛，怎么就不会喜欢我？我也是元毛，还是白虎。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，你整天把精力花在练肌肉上有什么用？我弟弟突破 SS 级靠的是遇到我弟妹。他养寿夫有个特点，他更喜欢毛茸茸撒娇。有道理。你想想，你是白虎，原毛中的原毛还是白色的，幼崽形态就是一只小白虎，跟个雪球似的。你就变成幼崽，往他面前一趴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歪个头，保证他当场抱起来揉。好软！天哪，这个毛量！应该扛不住。那不就得了？不行，我做不来。让我上战场面对动兽群，我眼都不眨。让我变成幼孩撒娇，比单挑10头领主级动兽还难。元帅，面子值几个钱？你看看齐玄，帝国战神，500多岁，他都能干出找我弟讨要掉毛做皮草这种事儿，你有什么喝不出去的？齐玄是齐玄，我是我。那你要老婆不要？要。万一我弟妹哪天说够了不娶了，你不就彻底没戏了？那就试试吧。不对，你为什么这么帮我？元帅，我是看在多年兄弟的份上。一向刚正拨恶的白虎元帅，笨拙的撒娇卖萌，洋相百出，这种千载难逢的名场面，光想想就觉得此生无憾。你又在算计谁？回来了，南疆那边怎么样？还行。你刚才在跟元帅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给了元帅一点小小的恋爱建议。你给元帅出主意？你又在打什么算盘？天地良心，我这次可是真心实意帮元帅。你是不是想看元帅出丑？怎么可能？我是那种人吗？难道你不是？对了，海风是什么味道？你什么意思？纯粹好奇。齐玄说你被吊在椰子树上吹了3天海风，我就想海风是不是有一股椰子壳的味道？不是，没有的事。是吗？可录像里还有录像，挺高清的。你闭嘴！优劣哥，你来了。元帅，你被剁手污染了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跟你搞好关系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提前练习一下。不用练习，真的，你这样我害怕。笑够了没有？够了够了，元帅，你刚才那个表情真的很到位，就是眼神不够无辜。齐玄那个是练了好几百年的。你还说？元帅，你不用学齐玄，龙堂堂喜欢的是真实你，不是仿别人的你。你只要做你自己，他自然会看到你的好。真的？真的。我当初在森林里遇到糖糖，什么技巧都没用，就是做我自己。好吧，我做了一条狗，但重点是我没有模仿任何人。元帅，你有你的优势，你是白虎，原毛，毛色纯正，这都是加分项。做我自己。你还挺大度啊，帮雄兽追自己的妻主。
我不介意有更强大的雄兽进门保护糖糖。况且，元帅他确实不错。那我要是也去追你七主，你是怀念南海的海风吗？千年珊瑚，泛着灵光的深海灵脉矿气，颗颗硕大的夜明珠，轻薄的胶木砂，寒光凛冽的龙鳞护甲。族长，这样使不得，您这是要把蛟龙族搬空啊！我是族长，有什么使不得的？堂堂蛟龙族族长嫁人，陪嫁就这么点东西，我还要脸不要？您要嫁人？太好了！救怒刁难兽神转世啊！族长啊，你是不知道，当年你在南海守封印的时候，族里每年办一次祈福宴，祈祷有哪位雌性大发慈悲收了你，这宴一办就好几百年，库房都快被吃空了。每次海族联姻大会，别的族都带青年才俊去相亲，就我们蛟龙族躲在角落不敢吭声。行了行了，别提了。族长，你这竞争力不太行啊！你看看你，不是元毛，不会撒娇，年纪还这么大，人家朱雀能放火讨雌性开心，人鱼掉眼泪能惹雌性心疼，你除了打架还会什么？谁说本族长不会撒娇了？姐姐，饿饿，饭饭。族长，你这样反而会把雌性吓跑吧？你放屁！我七主可喜欢这样。老伙计，400多年了，咱们终于把她嫁出去了。今晚摆宴，不醉。小唐，我回来了，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是七主的兽夫，你说我为什么在这里？老四。哦，不对，预备老四。小鱼仔，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我在深渊海打海战的时候，你还没破壳呢。你是预备兽夫，我是正式兽夫。按照进门顺序，你排第4，叫我三哥或者苍瓢哥。你这么厉害，去加固封印怎么被反噬了呢？还不是要本战神亲自出马给你收拾烂摊子？难道不是你的工程是豆腐渣导致松动？本就是你该做的事。行了，别吵了。齐玄，苍魔被封印反噬是事实，你少说2句。苍魔，齐玄加固封印也是事实，你别动不动就告状。好好好，给你喝。我装幼崽的时候，他也喂过我喝瘦奶的，现在位置被这只黑毛豹子给占了。我都还没享受过七主亲手喂饭的待遇。白夫人，好久不见。什么事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前些日子在0号监狱偶然遇到了赤环少族长，有些意外。少族长似乎已经嫁了妻主，是个很年轻的雌性。我本以为您作为母亲一定知道，但看您最近都没什么动静，想来是少族长没有跟您提过。他跟他爷爷更亲近些，嫁人这些事倒也不必事事跟我汇报。话是这么说，但那个雌性的身份，没有家族，没有精神力档案，护卫队是研究院直接派制的，陆羽上校还亲自护着他。这么神秘的雌性，我也是头一次见。知道了，费心了。赤衡嫁人了，娶她的还是那个在商场里公然顶撞我、辱骂我儿子、来路不明的小雌性。赤衡嫁人这件事，居然没有人通知我。千香，你找我？赤环嫁人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小恒家的雌性叫野糖，是0号监狱的狱长，很不错的姑娘。很不错，一个连家族都没有的孤子，你说她很不错？赤野，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妻主？你儿子嫁人，我这个当母亲的连通知都没收到。千莎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小恒的婚事是父亲做的主，野糖的姑娘父亲也亲自见过，很喜欢。我也想告诉你，但是
但是什么？你们就是存心瞒着我。赤炎，我命令你现在立刻告诉我，那个野堂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不知道。你儿子嫁人，你不知道他的来历？千香，你要是实在不放心，改天我陪你去0号监狱见见他。你陪我去？你是去见他，还是去给赤雄通风报信？算了，靠你还不如靠我自己。如果那个野堂真是尹氏家族的人，我就得想办法拉拢；如果不是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亲眼去看看。尹狱长，白尖沙夫人提交了探视申请，她恐怕来者不善。让他来就是了。正好可以破解一下我家小火鸟的身世之谜。自从见过杂毛鸡白锦，齐玄也说了，除非赤衡的生母也是神兽，否则任何秘法都不可能让这人成功孵化雀跃幼崽。陆羽，你就大胆放行，有本战神在，那只白毛鸡动不了我妻主一根毛。能把这些帝国战力巅峰的雄少收拢在身边，这个雌性绝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孤女。你来找我什么事？我只是好奇，我儿子嫁了一个什么样的妻主？我这样的，你不满意？我怎么说也是你婆母，你的教养呢？证据呢？什么证据？你说你是我婆母，证据呢？赤环是我儿子，是吗？你确定？确定。老母鸡，你这么说，本战神倒是好奇了，你一只白孔雀是怎么做到让朱雀承担生育繁衍，生纯种朱雀的？战神大人，这是我朱雀族的家事，与你无关。她也是我妻主，我妻主的受夫就跟我有关系。战神大人有所不知，朱雀一族血脉强悍，但孕育后代并非只看血脉强弱。我虽为孔雀，但当年怀赤环时伤了身子，是我夫君赤焰心疼我，主动用秘法将蛋转入自己体内，待我孵化。此事族内皆知，并非什么秘密。这套说辞编得滴水不漏，既解释了为什么是赤炎孵化赤皇，又给自己立了个深情人士，可惜一个字都不信。秘法代孕要是能逆转血脉弱势方受孕的天地法则，整个帝国的雄兽早就抢着学了，哪儿还轮得到这只老母鸡在这儿讲故事？白夫人，赤行的身世之谜，今天不用急着揭开，你有空的话，下次带够证据再来。今天打扰了，改日再来拜访。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，赤环的身世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，迟早会被拆穿。记住，有我们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吵什么吵？小爷美梦都被吵没了。小红毛，你的老母亲来找妻主麻烦，你怎么说？什么？小糖糖，你有没有事？停，再转我就要吐你羽毛上了。他有没有碰你？有没有骂你？有没有用精神力压你？没事，而且我们确定了一件事，她肯定不是你亲妈。真的？太好了！那个5岁时把我打到皮开肉皴的女人，原来真的不是我母亲。我不用再被母亲2个字绑住了。别高兴太早，我们没证据。证据不重要，小爷长这么大，有他没他都一样。小糖糖，他有没有为难你？他想为难我，但没机会啊。一个战神，一个海渊王族，往这儿一坐，他茶杯都快端不稳了。主要是我放屁，主要是本战神幼稚。
但狱长没受伤，可以忍。再说了，我看起来很好欺负吗？我家小糖糖最厉害了。小红毛，你这双翅膀收起来。你嫉妒小叶？本战神会嫉妒你？小叶有翅膀，有羽毛，能把小谈谈整个裹住。齐玄只有冷冰冰的鳞片，拿什么跟我比？你就是嫉妒小爷有毛，你没有。他们每天都这样，今天算克制。你们吵架能不能不要拿我当拔河绳？你作弊！说好了不能用尾巴。你拿翅膀裹七主就不是作弊。小爷的翅膀天生就有，本战神的尾巴也是天生的，只是平时收起来。论灵活度，你那几根尾羽不是对手。救命！我像一个毛鳞混合双拼套餐。你过考察期了吗？就叫七主。该死，这只小红鸟怎么专挑痛处捉？小唐，你看他。我看见了，今晚谁吵赢谁洗碗。我监督，我可以计时。叶棠，叶棠，帝都姓叶的，只有无尾狐叶家。野百合竟敢装不认识他。夫人，回朱雀族吗？先接野百合。白夫人，您怎么突然？野百合，你说的那个小雌性，分明就是你野家的人，你在耍我。我们野家的人？您说谁？他叫野棠。什么？野棠？那个被母亲赶出家门的双 F 废物，他不是该死在外面了吗？怎么会成了0号狱长？这件事我会好好跟你算账。那个废物竟然真的没死，又少了30%聘礼。猫破音一出，连这些雄兽家族都开始讲价了。母亲，0号监狱那个小雌性，他叫野棠。野棠，那个双 F 级废物，他不是死了吗？白夫人亲口说的。他现在是0号狱长，身边有幽烈、赤环、齐玄、苍月，还有韩周。难怪能安抚 SS 级雄兽，难怪能培育猫不幸。那个秘密本该属于野家，它是野家的血脉，猫活页、SS 级雄兽人脉、研究院特批权限，全都该归野家。母亲，他现在不是以前那个任我们拿捏的废物了。陆羽和研究院护着他，五皇女也跟他姐妹相称。近不了身，就换条路。帝国律法里没有逐出家门就能断绝血缘这一条。你想用家族身份拉拢她？一个被丢弃10几年的孤女，最缺的不就是家族承认？凭什么？一个连族谱都没上过的废物，现在却要我们主动认回，向0号监狱递探视申请，理由写探望女儿。上校，野家家主申请探望野狱长，理由是探望女儿。驳回。理由是0号监狱在押及在编人员中，并无野氏家族成员。明白。陆上校这是不承认血缘关系。监狱只认编制，不认亲属。野棠身体里流着野家的血。当初把他扔出去时，野家也这么想吗？丢掉是嫌他废物，现在想认回来分好处。野家的算盘打的监狱围墙都听见了。FF 级雌性掌管0号监狱，这像话吗？猫薄荷来历不明，大面积种植太冒险。猫薄荷存在安全隐患，若前线士兵长期使用出问题，谁负责？我只是提醒。我也是担心帝国安危。野棠年纪小，被人利用也未可知。齐玄和苍蒙都护着他，一个 FF 级废物凭什么？诸位，既然有疑问，就请母皇彻查。请陛下彻查0号监狱。请陛下公开猫薄荷来源。
叶棠，这次看你怎么躲。母皇，叶家又递了3本，军部也有质询函。措辞倒是整齐，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他们根本不是担心帝国，是想抢野棠姐姐的猫昭和。叶柔云自己不露面，借贵族施压，手段老练，可惜挑错了人。传野棠入宫，当面对质。我去接他，告诉他，朕不会让他吃亏。小黑猫，别扫了，葱都快被你扫自闭了。他挡路。你说本战神什么时候能转正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支持我。战神大人跟喷钱聊天，习惯就好。野棠姐姐，朝堂上有人弹劾你，母皇让你入宫对质。敢质疑本战神的欺主？谁？小爷烧了他的奏折！烧！这是我的钱！我陪你去。皇宫烧了，可能要赔一大笔钱。小爷才不会随便放火。上次你烧了氏族少主尾巴，那是他嘴贱。又不是去打架，苍苗陪我去就行。小唐，我还在考察期，更需要表现。表现机会在那儿，等我回来，我要吃热饭。哼，小爷烤肉。本战神煮汤。我是毒，我会护好你。那就走吧，海王子。他还真敢来。满朝压力之下，他一个18岁小雌性，撑不了多久。抱歉，让你被卷进来。没事，陛下，我确实是 FF 级，正好趁机辞职。账户有钱，猫狗双全，这般谁爱上谁上。FF 级精神力担任0号狱长，野狱长不该给帝国一个交代吗？你要什么交代？猫皇培来历、治愈手段，都该公开。说得好，逼他公开，野家才有机会拿到培育方法。关你屁事！毫无教养！关你屁事！我又没爹没妈，你们蛇族是不是跟野家签了批量培训？骂人词库都不更新，放肆！谁放肆？我捧在心尖上的人，他们也配指着鼻子骂？我的欺主，也是你能质疑的。你这么能说，狱长给你的？叶棠，你想清楚。想清楚了。你行你上，这破班我不干了。这不合规矩。刚才不是挺能吗？管理0号监狱，公开猫博刚，拯救帝国。来，舞台给你。不行。猫博和是研究院授权种植的战略物资，来源清楚，成分清楚，临床数据齐全。野家主是对研究院评估结果有异议？没有。可是我真不想干了。0号监狱现在没人，我要回家养老。不行，不行也得行。我整天看空荡荡的监狱，还不如求灵种地。可以，朕准了。野棠卸任0号狱长，即日起任农业部特级顾问，负责评价猫风营推广，月薪20万新币。多少？20万。猫不合收益，野棠2成，皇室8成。20万月薪，还有分成，这哪是辞职，这是换岗加薪，走上人生巅峰。还有谁觉得他不配？看来没人想当狱长。那我先拿着，留个纪念。他越风光，就越证明他手里的东西本该属于野家。小糖糖怎么还没回来？你们说他是喜欢焦一点还是嫩一点？外焦里嫩。不过你上次烤成了炭，不关我事儿，那是火候热情。小红毛、小黑猫，想不想干一票大的？给小糖糖出气！名单，参与弹劾的，一个都别落。
本战神还没转正，正好刷一波存在感。有齐玄带头，小堂堂要骂也先骂他，稳了。谁也不能欺负狱长。肉怎么办？拆完回来继续烤。弹劾小唐的时候不是挺会写字吗？现在也写危房自插。救命啊！战神大人拆房了！都出来，让你们欺负小糖糖。小爷今天只拆房，不烤人，别逼小爷夹菜。小红毛，火控稳点，别给本战神增加售后。左侧人已撤，可以拆。队长，我们不上吗？上什么？那是战神朱雀少族长，韩州指挥官。那我们记录什么？记录天气异常，局部刮风下雨又着火。战神大人，这些宅谷，本战神帮他们翻地，怎么了？翻得很平。适合种葱。翻得好，真专业。皇室盛宴竟然是健身餐刺客，没有火锅，没有烧烤，连酱油都没有。你不嫌难吃？你不想吃的，我吃。这就是已婚雄兽的自觉吗？确实很有研究价值。不准研究。奖励你御膳房顶级水煮鱼。谢谢旗主。猫过客普及，你和洛林全负责，定价、种植、供应都由你们拍板。我想把价格压低，前线最需要它的不是那些贵族，而是种植平民士兵。种植区可以扩，运输线我来谈，售价还能再压。你确定？低价会少赚很多。我已经赚够多了。再说了，士兵状态稳定，帝国才安全。准，朕给你们放权。多谢陛下，我会和大家一起把猫便河种好。不对，少了点什么。少了什么？我火收的挺干净。名单。叶家，上次小爷烧了他家大门，他还敢弹劾小堂堂，罪加一等。主谋，走，售后返场。这次拆彻底点儿，连地皮都洗干净。这门小爷看他不顺眼很久了。人员已清空，那就冲。拿这些破草当门面，也好意思惦记小唐的猫薄荷？这里就是他小时候住的地方。小糖糖真的太可怜了，不像住处，像笼子。烧了吧，小糖糖以前被关在这种地方。叶家那群东西，连窝都不给他一个像样的。小糖糖，以后没人能把你关回去了。灰也别留。干净了。我的野家呢？母亲，住宅没了，后院也没了，连那间小屋都被烧干净了。战神亲自翻地，叶家牌面真大。朱雀少族长也来了，火烤水煮一条龙。这地平的，明天就能种菜。齐玄我动不了，韩州我惹不起，可赤玄是朱雀族少族长，朱雀族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百合，你去你阿父庄园，我去朱雀族。母亲，赤熊族长会帮我们吗？赤欢拆了野家，他就必须给交代。野家主深夜来访，看来火气不小。赤熊族长，您孙子赤寒伙同齐玄战神，把我野家主宅夷为平地，此事您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？小恒为什么拆你家，你不知道？朝堂上只是公事公办，拆人宅邸触犯帝国律法。那你去安全部告他。赤熊族长这样包庇孙子，就不怕失了朱雀族体面？你联合贵族弹劾我孙媳妇时，怎么不谈体面？
叶棠是我叶家血脉。当初把他赶出去的时候，叶家认过这个血脉吗？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你要告就去告，看是先查小恒，还是先查叶家弃养雌性幼崽虐待血脉的旧案。你叶家不要的孩子，现在有人护，再把手伸过来，老夫亲自去叶家翻地。抱歉，赤族长，是我唐突。慢走，不送。欺负我孙媳妇儿还敢上门讨说法，叶家脸皮倒是比朱雀族城墙厚。皇室护他，军部护他，朱雀族也护他，帝国律法动不了他，那就换一套规则。叶家主，许久不见。大长老，您欠我的人情该还了。说，帝都出了一个扰乱兽神秩序的雌性，他身边聚集多名 SS 级雄兽，私自推广来历不明的猫薄荷，蛊惑皇室与军部。帝国律法护他，可兽神殿不受帝国律法管辖。你想让兽神殿做什么？以兽神之名净化他。3日后，兽神殿使者入帝都。叶棠，这一次没有人能用帝国律法护住你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小糖糖会不会生气啊？生气也先骂你，你的火最显眼。哼，明明是你起的头，名单你给的，主意你出的，水也是你泼的。火是你放的，你还切凉呢？风吹的。本战神只是合理维护妻主名誉。完了完了，小糖糖最讨厌惹麻烦了，万一他拿做鸟棍怎么办？不对，上次小爷烧野家大门，他还夸小爷干得漂亮，那这次烧10几家，4舍5入，是不是更漂亮？对啊，小糖糖以前夸过小爷烧门烧得好。你这脑子终于转过来了。可是他们会不会索赔？10几家庄园听起来挺贵。他们敢吗？不敢。谁敢谁去。我觉得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没人敢索赔。那小爷宣布，这事儿干得漂亮。是本战神干得漂亮。小爷的火漂亮，风也漂亮。帝都贵族区昨夜发生大规模庄园坍塌事件，涉事庄园共13苍魔修灯板即将准备点上。这是不是他们3干的？火、水、风，证据很齐。小糖糖，是老壁虎先说要干票大的，小红毛第一个飞出去。我只是路过。路过能把承重梁切成薯条。风比较热心。干得漂亮。真的？真的。欺负我的时候，一个个嗓门比扩武器还大。现在庄园没了，就知道装安静了，挺好。小唐，你看我表现得这么好，我进门的是……你又来。你要是喜欢我幼崽形态，我也可以一直装下去，每天变小了给你抱着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让我喝奶，我绝不吃肉。姐姐，别！一想到500多岁的老蛟龙捏着嗓子喊“姐姐，饭饭”，我鸡皮疙瘩能铺满整个庄园。那进门，先搬家。搬家？搬哪里？南海珊瑚岛、蛟龙族领地，还是西郊温泉区？我跟你说，南海夜光水母群特别漂亮。打住！我已经从0号监狱辞职了，现在正式搬去西郊庄园。野堂，小爷搬，交给本战神。我也去。车已经备好了。行，全员搬家。看到没？这叫效率。限着你了，小爷一次能搬3趟。你搬的是衣服，本战神搬的是家具。
衣服贴身。你那家具有小糖糖香吗？再吵，花瓶归你们赔。小黑猫，你也要一起？当然带你走，哪能把我家乖猫落下？狱长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叶狱长，其实你可以留下来，薪资可以再谈，住宿也能升级。后山温泉不够大，我可以申请经费再挖一个。我觉得不行。哼，我的鹿角手感也不错，你之前不是一直想摸吗？本战神看你这身鹿皮更不错，这就给小唐扒下来做皮草。战神大人，我开个玩笑。手感确实不错，掰下来给小唐当摆件。别，放过他吧，他还是个孩子。他还是个孩子？小唐，你就是嫌弃本战神老喽？我没有哈，你自己说的。这只小鹿崽都46、7了，哪里小了？本战神按陆地算法才30出头，正值壮年，配你刚好。你46、7？年龄在帝国军部是保密信息。陆上校，你这个显年轻的秘方卖吗？小爷给爷爷买一份。白尾鹿天生如此，你看我这张脸，说20出也有人信吧？行，你年轻，你最美，你正值壮年。真不留下？不了，我已经接了农业部特级顾问的任命，猫薄荷那边还等着我。那祝你升职发财。野糖，欠你吉言。这间方便小爷飞出去洗澡，这里适合泡尾巴。安静，能晒太阳，也能看院子。你去哪儿？睡觉。那是妻主的房间，所以我才去。你是蛟龙，不去池子里盘着。他是龙，不是鱼，你才应该去树上打我。你冷冰冰的，别把小糖糖冻感冒。你太热，妻主会中暑。本战神体温刚刚好，你们慢慢吵，我先睡。你的脸皮是城墙做的吗？城墙未必有它厚。这叫战术，宝贝儿。你拽左边，小爷拽尾巴，2个打1个，不讲武德。跟你讲武德，小爷就是傻子。妻主还没进门，你就先上床，谁不讲武德？吵死了！等狱长回来，他们全都要被赶出去。这一块单独圈出来做精品线，精品线身负的实验员。精品线定价多少合适？500万一株。啊，500万！贵族不是嫌平价猫薄荷不够高贵吗？那就给他们高贵一点。名字就叫帝都限定尊享版。你这算盘，我母皇在皇宫都能听见。平民士兵走低价救命线，贵族走高价情绪价值线，两边都满意。贵族会买？肯定买，他们要的面子，老子给了。后天上有至尊拍卖会，阿父让我叫你一起去。杜林白鹿会作为压轴拍品，那我得去看看我这瘦奶到底能拍多少钱。别叫瘦奶了，你一叫我就觉得帝国国库在哭。你们是对我的房间有什么装修计划吗？小唐，你听我解释。是老屁虎先躺上去的。我只是维护妻主房间秩序。都给我滚出去！明明我都快赢了。再说一句，今晚谁睡院子？我没参与。还是我们小黑猫懂事。妈呀，谁家的小豹子这么乖巧懂事？收拾好了，奖励你。甜的，狱长喜欢，我也喜欢，太可爱了。小韩州，你就是顶级猫猫。以前在0号监狱的时候，你也这样乖，就是嘴硬，明明想被抱，还非要装高冷。现在也可以抱。好，抱。本场压轴拍品杜林白鹿一滴，起拍价10亿。多少？10亿一滴？我平时拿来喂猫鸟、喂鸟、喂蛟龙的瘦奶，一滴10亿起拍。他们一天喝掉的不是奶，是帝国财政赤字。小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突然发现我家伙食标准有点离谱。小野糖，看那边，那是我三姐洛菲，也不怎么样啊。好像也是，货比货得扔，人比人得死。小爷这种颜值，帝都限量。本战神这种是上古绝版，普通。第一件拍品月随玉枝，起拍价10万。20万。20万一次，20万2次，20万3次，成交。20万买个破烂。小野糖，不是谁都跟你一样土豪。这东西也就美容养颜，还不如我淋茶一口。小糖糖，
喝灵茶。小唐，你一会儿有看上的尽管喊价，本战神买单。不用。老皮虎，你还藏私房钱？什么私房钱？小糖糖，你看他一点诚意都没有，说要嫁给你，结果钱还在自己手里，不像小爷，兜里一个星币都没有，全部上交。小唐，我可以现在上交，我储物界、祖产、南海灵脉权限都给你。赤皇，你是四毛！野场，小火鸟有喜欢的，我给你买。小糖糖最好了，该死，转正了也不能松懈。小红毛太会装乖了，本战神得学。600年火灵芝起拍价50万，100万。小糖糖，你喜欢就拍。他看见了，小糖糖连小爷翅膀动一下都看得见。小糖糖真的好爱我。200万，300万，400万，野糖。别拍了，不值。600年火灵芝对小爷有点用，但不多。400万能给你买好多好吃的。小红毛居然会省钱，小爷花自己的可以，花小糖糖的不行。行，听你的。500万成交。小糖糖，你愿意给小爷拍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以后遇到真有用的，给你买更好的。小唐，我也喜欢有用的。你喜欢的是转正。龙涎果起拍价500万，1000万。他应该是给蛇族圣夫明牙拍的，龙涎果对蛇族、蛟龙族都有帮助。2000万。小唐，你不是蛟龙吗？买来给你当零食。4000万的零食，老皮是命真好。小唐，你真好，你要不要摸摸我的？坐好。野顾问，能不能把龙涎果让给我？我受服是蛇族，龙涎果对他来说是同源灵果，吸收效果最好。我受夫是蛟龙，好像更需要一点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受夫，不是预备，不是考察期，是受夫。小唐在外人面前承认我了。可是蛟龙提升难度大，一颗龙涎花作用未必明显。那就多买几颗喽，反正我不会让。他说不让，听不懂吗？请回。4000万3次成交，恭喜7号包厢。小唐，你刚才说我是你的受夫，我有名分了，我通过考察期了。我什么时候不承认了？他就通过考察期了吗？通过了，毕竟烧了人家10几栋庄园。小唐，本战神以后一定好好表现。南海多受我杀，帝都麻烦我挡，谁敢欺负你，我直接把他家地基离3遍。你别太激动，我只是不想落飞当冤大头。他关心我，他承认我，他还给我买龙涎果。耳朵选择性听话。殿下没拍到，价格太高了。那算了，什么玩意儿？靠雌性求资源，没求到还甩脸子，凶兽界败类。要是本战神，宁可卡在原里，也不让欺主低头求人。你们两个今天倒是像正常凶兽。我们一直很正常。第12件拍品青木髓，起拍价2000万。青木髓能提升雌性精神力，野百合今晚就是冲它来的。2500万。3000万。小糖糖，你想要？不想，我想故意拿抬价添堵离妾。添堵？聪明。他活该。5000万。8000万。也许你和你1亿。2亿。啊！你真不想要？不想。那你喊2亿。他想要，那我必须给他添点堵。欺主开心就好。2亿5千万。不要了。
2亿5千万1次，2亿5千万2次，2亿5千万3次，成交。2亿5千万，庄园抵押了，家底也砸进去了，但只要我突破 S 加7，叶棠，你等着。爽！小糖糖开心，小爷也开心，气主开心，本战神更开心。你们是拍卖会附带的按摩服务。本期压轴拍品无锡市杜陵白鹿一滴，起拍价10亿。无锡市，传说能修复精神域的神品，10亿只是起拍。准备好刷新认知了吗？我觉得我准备好了。10亿、80亿、120亿、120亿。我平时让他们拿瓶吹的东西，现在按低卖100多亿。那志恒之前一口闷的不是奶，是小公国。小唐，你脸色怎么这么严肃？我在反省。反省什么？反省我之前穷得太具体，导致现在看不懂钱。200亿，200亿1次，200亿2次，200亿3次，成交。200亿一滴，小野糖，你以后还让他们喝一瓶倒一瓶吗？让啊，无限量提供，反正我有的是。败家子，你个败家子！小唐对我们真好。志恒，小糖糖最好了。七主给的，我都会喝完。我不打。还是小黑猫会过日子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一滴200亿，一瓶好几十滴，净赚上千亿。阿父，你又来干什么？原来是唐儿来了呀！快坐，快坐。阿父，我亲生的。说了在外面称职务。李九会长，你过分了！会长，今天拍的挺热闹。多亏唐儿。对了，你今晚看上什么没有？干爹送你。我从小到大，你连3000零钱球卡我。你有他乖吗？你能带给我200个亿吗？是我把他带来的。那你今晚可以报销车费。我谢谢你啊。龙涎果是你拍的？给齐全。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？唐儿要龙涎果，直接从库存拿，还花什么钱？我哪知道他突然要买啊！小唐给我买的。知道了，你能不能别重复了？从包厢念到办公室，你嘴不累吗？不累，本战神转正了。幼稚。你嫉妒？我有手印。哈哈哈哈！精准打击。你们3个能不能给黎会长留点拍卖行体面？没事儿，热闹点好，比我这个不孝女强。我今晚要离家出走。来我庄园包吃。不行。不行。我开玩笑。小唐给我拍了龙涎果。你说第18遍了。小唐还承认我是受夫。第20遍。小唐，我今晚能不能？不能。我还没说完。你眼睛已经说完了。七主，你给他买了龙涎果。知道了，回头也给你补礼物。我等着。那小爷呢？也有。我呢？你当然也有。你们家这不是寿夫，这是大型争宠现场。七主，我今晚可以陪你睡吗？不可以。我很安静。安静也不行。就是，小糖糖最近陪小爷的时间都变少了。本战神刚转正，也需要巩固感情。我想。你又来这招，原毛的就是心机。他不是原毛，是黑毛。有效就行。今
今晚我自己睡，谁再吵，明天全部去种猫护河。小爷可以种。精品线一株500万，种死一株赔一株。晚安，小糖糖。晚安，小糖糖。我这空间是不是偷偷升级了？不好吃。疑似兽神古树果实涅槃果，可使服用者血脉返祖，突破战力极限。血脉返祖，突破极限。我一个连兽形都没有的双 F， 吃了等于啃没味道的桃子。但这玩意儿对雄兽应该很猛，得找个皮粗肉厚、血条够长、不容易出事的小白鼠。就它了，500多年老蛟龙，扛遭。齐全，小唐，是不是需要本战神暖床？不是，我有个好东西给你尝尝。涅槃果？什么果？涅槃果？兽神古树？你确定是这个？确定。传说中能让血脉返祖、战力突破极限的神果，小唐给我的。吃。小唐，你对我太好了。你先别感动，吃完告诉我有没有毒。好实在的爱。好吃吗？没味道。那你怎么没反应？有了。你干嘛学小爷发红？我感觉像被你放火烧了。小唐，我要去突破了。涅槃果能让我血脉返祖化真龙，动静会特别大。我得去南海荒岛，不然整个西郊庄园都会被天劫劈成废墟。那你快去，一会儿爆体而亡了。你在家好好的，不许趁我不在偷偷娶其他首富。我跟小狼崽他们不一样，我最爱你了。谁让你临走还拉踩？赶紧走。要熟了。小唐，记得想我。知道了，快去。他真去突破 SSS 级了？好像是。所以4000万的龙涎果被他扔地上了。突然觉得他有点败家。老傅姨真是吃了涅槃果去突破 SSC 级。涅槃果，古书上结的那个，万年前就绝种的那个。你吃吗？朱雀族老祖宗为小半颗涅槃果守禁地几百年，九死一生才突破。小谈谈现在像发苹果一样递给我，小爷是不是嫁进神仙窝了？不吃。为什么？老壁虎去突破了，小爷还没到 SS 级巅峰，现在吃肯定要回朱雀祖迹火山闭关，至少几个月。那么久谁保护你？靠那条鱼，他封印反噬还没稳；靠韩州，他还没完全恢复。优劣在北域又赶不回来，小爷不走，小爷要留下保护你。我听见了，听见就对了。幼稚但有用。可是我也遇不到什么危险吧？那也不行。爷爷昨天说了，野狐狸肯定还要找麻烦。小爷答应过爷爷，也答应过自己，以后没人能欺负你。这颗给优劣留着，你的先收好，等他回来，你们一起安排。优劣一颗，你一颗，苍妙一颗，韩州以后恢复了也有，应该够分。你是兽神亲闺女吗？或许，大概，可能是吧。记住给我的，我会等你安排。我也等。都乖。